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4号。12月24号呢是西方的这个圣诞节的前夜，也就是西方圣诞节的除夕，我们称之为平安夜。那么平安夜这一天，建明向所有收听我节目的听众致以节日的快乐，圣诞节快乐。那么圣诞节到了，川普总统也携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呢离开白宫，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乘坐他的空军1号呢到达了佛州，和家人呢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因为川普总统确实太辛苦太劳累，他呢现在需要在这个节日中得到放松。Across our nation, the First Lady and I want to wish you all a very, very Merry Christmas. 那么这个节日对于川普总统来讲非常重要，也就是他虽然在放假休息，但是呢，他心怀的美国人民，很多美国人民呢，现在呢都对川普总统呢表达他们极大的这个敬意。今天呢，向川普总统道贺圣诞节快乐的人就非常非常多。那么同样，建明做完这期节目呢，也给自己放几天假。也就是一直到礼拜天这几天呢，我都不能给大家呢再播节目，我会带家人呢和朋友约好了，我们呢也到海边去度假，那么度过一个2020年的圣诞假期。那在这个假期之前，我呢给大家呢完成我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谈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是指川普总统他在临去佛罗里达州棕榈川去度假前夕呢，他在白宫呢宴请了宾州共和党的成员，共进了午餐。也就是23号，川普总统在他临去佛州度假之前，他呢在白宫呢宴请了宾州的所有共和党的议员。那么川普总统邀请大家呢，大家都欣然赴宴。网络上那些抹黑川普呢，都说川普总统这个是鸿门宴。川普总统宴请这些议员们是鸿门宴吗？可以讲这是川普总统显示他贴近人民、贴近地气。那么多议员接到邀请以后都欣然赴宴，就说明这些议员们和总统在一起欢度节日时候，他们心情的愉快。这件事情就让我想起来中共曾经有过一个元老，这个元老叫姬鹏飞。姬鹏飞这个人的地位实际上是很高的。他在毛泽东在世时候就被毛泽东委以重任，他担任过外交部的部长，后来呢，他担任过人大常委会的副院长，也担任过中国主管港澳地区的最高首长。所以说，姬鹏飞的地位实际上是很高的。那么，姬鹏飞有一个儿子叫季胜德。姬鹏飞这个儿子他真的跟中共其他元老呢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共的这些高层官员尤其是中共49建政之前，在延安基本上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全部换了小老婆，每个人都生个10个8个。而姬鹏飞呢，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季胜德。季胜德呢被姬鹏飞呢长期培养，那么正好中共在80年代又搞的那个让我们的孩子接班，也就是每家出一个。毫无疑问来讲，姬鹏飞这个儿子季胜德显然也是作为接班，作为共产党重点的接班人培养的了。所以说，季胜德他担任的总参的情报部的副部长。那么季胜德在担任这个总参情报部副部长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呢叫熊光凯。熊光凯担任部长的时候，熊光凯跟季胜德关系不和。而这时候呢，中共最高的总书记呢是江泽民。江泽民呢对这些太子党呢既不喜欢又不敢得罪，而季胜德从来呢没把江泽民放在眼里面。因此，江泽民在提拔人的时候呢，江泽民就不会优先考虑红二代。红二代反正是作为梯队培养嘛，再往后面培养嘛，至少到胡锦涛以后嘛。所以说呢，江泽民也没得罪你季胜德，但是江泽民不会培养你季胜德，所以江泽民就拉了熊光凯，把熊光凯呢拉到了总参担任副总长。那么熊光凯担任了副总长之后，季胜德自然就接任了情报部的部长。在他担任这个情报部部长的过程中，他跟当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少英呢关系非常好。他们两人这么好的关系呢，就引起呢江泽民相当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刘华清他处处掣肘江泽民。刘华清是邓小平派到军队里面来对军队监军，来对江泽民进行看管的一个人。所以江泽民对刘华清呢是很不舒服，但是他又没有什么办法。
后来呢，给江泽民逮到一个机会，就是什么？就是他利用熊光凯担任副总长时候呢，不断地给季承德穿小鞋，因为季承德拿熊光凯不吃劲，而熊光凯作为分管情报部的副总长，他经常把一些人安插到情报部，不理季承德，而季承德对熊光凯安插来的人一律是挡回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人就有矛盾。那么有矛盾的过程中，最终是熊光凯发现了季承德跟刘超英他们在美国使用了一笔秘密的资金，这个资金呢讲起来是统战，资助呢中共想培养的美国政要，但实际上刘超英也好，季承德也好，在里面都有很大的贪污行为。所以说熊光凯把这个事情报到江泽民那以后，江泽民就决定动手，他们就抓了季承德。而且季承德这个人本身不干净，除了贪污受贿玩女人之外，他还有很多跟外国情报机构说不清的事。因此呢，中共就把季承德把他定为呢里通外高，把他定为呢是间谍，把他定为呢是把中共的情报投靠给外国。所以这个罪名很大，定到这个罪名就是通敌啊，通敌的罪名枪毙都可以啊。所以江泽民一开始准备是枪毙季承德的。当季承德被抓起来之后，毫无疑问来讲，季鹏飞就很紧张啊，所以季鹏飞他去求江泽民，但江泽民不理他。最终中央军委审判下来，当时做出的这个决定就是要判季承德死刑。就在季承德要判死刑的那个春节，当时呢，季鹏飞呢是万念俱灰。那么季鹏飞呢就在家里面搞了一个家宴，他搞这个家宴基本上都是把中共当时还健在的元老，包括王震啊、薄一波啊这些元老，都希望他们能到家里面来吃顿饭，然后呢给他出出主意，通过这些元老们一起给江泽民施加一点压力，然后放过他儿子。这是季鹏飞的想法。结果所有的这些老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到季鹏飞家赴宴。他跟川普总统就完全不一样啊！川普总统宴请所有宾州的这些议员们，共和党的议员们，人家都是欣然赴宴。而共产党，你一旦失势，可以这样讲的话，你的家宴没有一个人来，门庭冷落，车马稀。也就是季鹏飞，他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在那年春节他自己就选择了自杀。这个是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啊，最终他选择了自杀，是因为他自杀，很多元老趁机给江泽民一点压力，就是不满江泽民案子，认为江泽民你是把人家逼死了嘛。到了这个时候呢，江泽民松口了，也就没有把季承德判死刑，最终判了死缓。当然了，季承德后来在服刑大概20多年之后，然后最终呢，他是刑满释放了，也就算他保全了这条生命。他这条命是他父亲用自杀的行为来把他保下来的，这就是中共残酷的历史。而对到美国，你看完全不一样。很多人都说拜登是当选总统，川普总统是落势了，川普总统还有几十天的任期了。川普总统如果仅仅只剩几十天的任期，那为什么他宴请那么多宾州的议员，他们都愿意欣然到白宫赴宴呢？显然人家没有这样认为。显然川普总统你现在对他做这种判断，你这种判断是错误的。我相信川普总统他在通过司法努力和通过国会努力方面会取得进展。同样，川普总统他还握得评判的大权，他随时可以通过反叛乱法去抓捕那些跟国外敌对势力勾结的所有的叛国者。所以你不要认为戏已经演完了，川普总统肯定下台了，这次拜登肯定当选了。凡是做这种梦的或者是说这种话的人，你要看结果，对这个结果你要有足够的政治判断力。可以讲，拜登呢是认为他肯定是当选了，所以说拜登在他要当选之前，他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点兵点将，走马换将，包括他的副手贺锦丽嘛。贺锦丽按道理马上要担任副总统，按道理贺锦丽应该主动辞去参议员啊。但是贺锦丽始终没有辞掉他的参议员，也就是贺锦丽认为不保险哇，现在辞掉参议员，万一接不了任，那么参议员也没得做了。但是你贺锦丽你走不走，加州都已经等不住了。加州的州长纽森他已经宣布让周务清接任贺锦丽的参议员职位，让贺锦丽辞掉参议员，你马上要当副总统了嘛，先把你的参议员的位置让周务清去接任。那么加州周务清接任以后，也就是周务清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这个周务清现在州长新任命的这个周务清是一个黑人女人，这个黑人女人对加州的选民来讲一点都不陌生。这个人推出了很多臭名昭著的法案，跟贺锦丽一样。他推出了一个 AB 329性教育法案，他就是唆使孩子们变性，唆使孩子们性泛滥，这都是这个黑女人干的。其次呢，他推出了坑亚裔学生的法案，包括给黑人每个人要赔35万的法案，都是这个女人干的。现在这个女人呢，已经担任了州务卿，这是被加州州长纽森任命的。所以说，民主党认为他们大获全胜了。包括有一个台湾人竞选过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叫杨安泽，那么他的英文名字叫安德鲁·杨。这个安德鲁·杨呢，这2天他提交了纽约市市长的竞选文件，打算竞选纽约市长了。
你看看安德鲁杨，他能担任纽约市市长吗？纽约市市长现在的白思豪已经把纽约市搞得一塌糊涂。安德鲁杨他如果来接任纽约市市长，他是准备把纽约市糟蹋成像我前几天在节目里面介绍的，像西雅图市这样。也就是整个这个城市除了犯罪率提高之外，也就这个城市里面会做出很多荒唐的事件。你看看安德鲁杨是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受的教育，在美国出生长大，按道理他这个人应当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应当树立一些西方传统的价值观，但是他的价值就是跟民主党一样吗？也就是安德鲁杨如果接任了美国纽约市市长，最后纽约会毁成什么样我们不清楚。包括这次参众两院通过的 Nancy Pelosi 搞了几个月的给美国所有美国人这个纾困法案，这个纾困法案里面9000亿的资金最终落实到美国人头上，每个美国人只有600块，大部分的资金都拿去给他们大傻逼了。你能想象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不优先考虑美国国民，然后给海外去大傻逼吗？他们这个送的钱跟习近平一样啊，比习近平送钱送的还要狠啊！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纾困法案，它出台的这个里面大傻逼的内容，你看看这些傻逼的内容，你是不是触目惊心啊？佩洛西这个法案搞了5800多页，这个要更正一下啊！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讲的3800页，少讲了2000页，实际上有5800多页。这5800多页跟给美国人的这600块钱只有2页，也就是所有这个法案里面都夹带了很多私货。这个私货里面最主要的是向全世界大傻逼，傻逼撒了哪些呢？我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有33亿要给以色列，有33.6亿要给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一个世界富翁，一个世界顶级富豪，他凭什么要给他33.6亿？同时有14亿用于亚洲保证计划，还有13.4亿给埃及。这个埃及已经明确就说拿到这个钱，他们打算去购买俄罗斯的武器。所以你看，不是资敌嘛？同时有10亿要给史密森尼博物馆，7亿要给了苏丹。苏丹这个国家多么邪恶啊！为什么要给苏丹啊？有5.66亿给 FBI 去搞建筑，有4.53亿要给乌克兰。乌克兰这个国家一向是跟美国过不去，乌克兰这个国家一向是阳奉阴违，跟民主党很多大佬都有私人勾兑，所以说乌克兰能拿到4.53亿，同时还有1.35亿给缅甸，1.54亿给国家艺术长廊，1.34亿给博曼，1.3亿给尼泊尔，8550万给柬埔寨，另外一个8550万给津巴布韦，还有5500万给了中美洲的那些国家，什么伯利兹啊、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给美国的肯尼迪中心拨款4000万，同时给了3300万给委内瑞拉，说是鼓励委内瑞拉的民主。委内瑞拉马杜罗说的话斩首都可以，为什么要给委内瑞拉要给他3300万呢？还有1000万美元居然给了巴基斯坦的变性人手术。你想想看，这种法案多么荒唐！最终他们落实到美国所有的美国合法居民，就是美国的绿卡、美国的公民、美国的纳税人，每个美国纳税人只给600美元。但是呢，大量的那些非法移民没有身份的，那些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每个人要给1800。你觉得这个法案符合美国人民的想法吗？符合美国的实际吗？考虑到美国人的感受了吗？所以说这个法案被川普总统把它打回去，把它退回去是理所当然的哇！川普总统怎么能接受一个把美国人只给600块，而非法移民反而给1800？全世界其他国家要送掉7000个亿，你觉得美国是聚宝盆？美国就是大傻逼？美国的纳税人拿的钱就是往全世界去送的吗？美国什么时候变成了习近平呢？在民主党 Nancy Pelosi 和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他们2人商量了几个月，一共达成了这个5800多页纾困的提案中，他们居然给所有的议员把他们的年薪呢提高了57471块，给老百姓呢每个人呢就一人就600刀。这帮人把美国管理的可以讲一塌糊涂，居然有脸在美国人民最困难的2020年，他们给自己涨了30%的薪水。因为议员他们平均的薪水是20多万美元一年，现在呢他们给他们自己呢加了30%，他们完全是把他们自己当做大爷，把美国人民当成孙子。所以说他们给自己加那么多钱，但是他们给美国人民就发600美元啊！这共和党为什么和民主党在这种问题上面都可以置美国人民的利益不顾呢？共和党之所以还叫共和党，它跟民主党多少应当是有些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在哪里呢？我看这个区别完全都是川普在拯救嘛。可以讲绝大部分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人数还不如人家民主党多，他们的理念也不如民主党新，而且他们是失去年轻一代的支持的。
他们也不能够坚持真理，也不能够维护传统价值观。大部分的共和党员，尤其是共和党里面的高官，像麦康奈尔这一类的达到共和党里面的高级职务的，他们根本眼里面就没有老百姓啊，他们什么时候为老百姓服务啊？这个巴尔当司法部长，你觉得他为老百姓服务过吗？他为美国的利益考虑过吗？巴尔今天是辞职了，今天滚蛋了。他在白宫一共待了5分钟不到就走。不管巴尔是自动辞职还是被迫辞职，毫无疑问来讲，巴尔是谢幕了。但是对巴尔的问题，我觉得肯定没有了结。也就是说，巴尔他即使是能够逃过法庭审判的一劫，他毫无疑问来讲，作为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是交上了一个非常丑陋的大卷。今天川普总统否决了2021年国防预算法案，这个法案川普明确就要求把230条款必须要否定的，也就是要取消230条款。但是麦康奈尔呢，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么一点。所以说，川普总统就说，这个国防法案根本不是有利于美国人民，倒是有利于俄罗斯，有利于中共。这种法案我100%会否决的。就在川普总统否决掉这个法案以后，麦康奈尔立即和民主党少数党的领袖叫苏默，他们俩就商定要立即举行参议院投票，要让参议员他们来否定川普的否定。所以说，麦康奈尔是决心把美国卖到底了。因此，对麦康奈尔的这种表现，川普实际上是很生气的。川普专门发了一个推文说，参议院共和党人如此快的忘恩负义，如果不是我支持和我帮你们去拉票，你们至少会少掉8个席位。麦康奈尔，你这么不得人心的做法，你的政治生涯会很快就结束的。这是川普总统对麦康奈尔喊话，也是告诉共和党人，你们不要那么忘恩负义。不是川普总统支持，哪有今天共和党能获得在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呢？而你们现在落井下石，在背后去踩川普，你觉得你踩川普一定能成功吗？人民站在川普这一边啊，人民对川普是多么大的支持，你看不到吗？民意在哪里呢？如果你违背了美国人民，那最终你一定是被历史淘汰。那么在美国现在如此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中共呢可以讲，他对打击香港以及中共对外扩张，他的这个步伐呢就调整得很快。黎智英呢被中共呢在1个多月前就把他收监，准备在明年4月份再审理他的案子。而且呢，通过国安法呢，又给黎智英呢加了那么一条罪行，甚至连黎智英他去 follow 蔡英文、follow 蓬佩奥都算是罪行。那么黎智英呢，对他自己个人呢能否得到保释呢，提出了上诉。那么终于在昨天，也就是当地香港时间23号深夜的11点，国安法指定的大法官叫吕运胜，因为这个国安法审定的法官是由港首特别指定啊。那么这个吕运胜毫无疑问是林郑月娥指定的这个大法官。这个大法官在审理了黎智英要求保释的法案以后，他最终做出了决定，就是批准黎智英可以保释回家。当然了，保释的代价很大，要交1030万港元为他自己进行保释，并且保释的条款非常苛刻，也就是黎智英回到家里面，除了喘气，除了吃饭，啥事也不能干，不可以接待外国记者，不可以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什么都不能干，随传随到，也就是你可以待在家里面坐牢，你任何时候不可以跟外界接触，不可以接受媒体采访，不可以跟人员往来，连社交媒体上发帖都不可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吕运胜呢毕竟是批准了黎智英，他可以回到家里面
至少他不需要在监狱里面度过那么艰难的日子，在家里面至少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他的身体安危是有保障的。那么法庭做出那么苛刻的，不允许上社交媒体，不允许接待记者，不允许跟外国人往来，那么黎智英只能遵守这个条款，否则他会把他收监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这个李应胜法官呢，还多少坚守了一点良知，让黎智英呢能够平安的先回到家里面。所以说，黎智英被保释的事情呢，毫无疑问来讲，让我们得到一丝安慰。因为不管怎么说，黎智英的年龄大了，他扛不住监狱里面那么艰苦的条件，让他回到家里面好好休养，保重身体，然后通过这个司法战役，能够为自己呢获得一个公平的结果。那么黎智英他是因为反对中共在香港推广国安法，反对中共在香港剥夺人民的自由，所以黎智英共产党打击他，这个呢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马云呢？马云是一向讨好共产党的，一向是跟着共产党跑的。马云赞美共产党的话语不要太多。中国的政治稳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人家讲，哎呀，这个美国，你还没搞清楚这个民主党还能待多少久，突然共和党上来，你刚刚弄清楚共和党谁是人，然后民主党上来了，所以这个复杂，而且这个党派之争你也就混了。民主党永远说共和党怎么不好，共和党永远说民主党不好，但从来没有人提升自己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5年内，我觉得真是越想越了不起，自我提升的能力，自我革新的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企业人都聊过，7、8年前最流行的话，反腐败不反腐败这个亡党啊，反腐败亡国。5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这个国家的反腐，这个国家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到举世全世界没有国家是这个样子。我去了那么多国家，最头痛的是腐败群体，都是官员政府。所以我们的合作在国外同样碰到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老百姓的安全，凭着政治稳定、社会安全，加上整个经济依旧保持6%以上的增长，这个国家的经商环境是最好的。他赞美邓小平屠杀六四，说是没有邓小平当时对六四的果断镇压，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大好形势。他因为改革开放，马云赚到了足够的钱，马云动不动很得意，认为他是中共这个体制是邓小平屠杀以后，他是一个胜利者，他是一个获益者。我早就说过，马云总有一天到监狱里面，共产党一定会卸磨杀驴，共产党一定会拿马云开刀的。就在今天嘛，也就是12月24号平安夜这一天嘛，中共已经明确通过新华社宣布，中共的市场监管总局，他根据群众的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2选1等涉施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立案调查的结果，也就是马云，你究竟是要钱还是要命？要钱的话，对不起，共产党不仅要拿走你的钱，也会拿走你的命。因为共产党他不会好好讲，说我们只要你的钱，我们不要你的命。因为共产党要斩草除根，要杀人灭口，他拿你钱的前提，先要了你的命，等到你的命没有了，你的钱当然归共产党。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共产党让你2选1，是选权还是选命？实际上，马云选什么都由不得他来选了。他被共产党卸磨杀驴，被共产党送进坟墓，把他的钱拿来给中共的高官们去包二奶、去养亲人，是应该的。你马云就应该为中共高官奉献。你马云不要以为你自己多么了不起，你赚了多少钱，你不过是一个比普通人粗壮一点的韭菜。当大镰刀砍在你头上的时候，也是刷刷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祝大家圣诞节愉快。